各位好，我是 Spike。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高压水枪是怎么回事，以及它的一些使用方法啊。国内的用户呢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可能国内外不是那么一样。但是生活在北美的话呢，你可以以我这个作为参考，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选择。那我觉得在北美地区呢，你有一个家用水枪还是挺有必要的。像平时你冲洗地面，特别是冲洗你房子的这个外立面，包括有的时候你到外面做饭，然后有的时候那种油污，用高压水枪冲其实是非常干净、快速而且方便的，也不会把手弄脏。然后你如果在北美肯定是有车了，那你就要如果能自己洗车啊，那你能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如果家里有车库，你的车不是停在外面的话，其实我自己的经验看来，一个月自己用高压水枪冲一冲就足够了，你已经能保证的非常干净了。而且自己洗车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吧。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我用高压水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实在受不了我们家那个垃圾桶经常一开盖子就是扑鼻的难闻的味道，所以每隔大概半个月一个月，应该半个月不至于，一个月或者2个月会把那个垃圾桶也清一下。所以今天正好趁着既要把车简单的洗一下，然后也要该清垃圾桶了，然后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这个高压水枪啊。首先我是在亚马逊上买的，它的这个品牌呢是一个美国老牌的高压水枪的品牌，叫Sanjo，这儿啊。那不管你是什么牌子，但它外观都是差不多。我这个呢算是设计的比较好看，它外面都用这个塑料包起来了。你如果到店里去买的话，其实有蛮多都是像那个就是那个空气压缩机一样，它那个水泵是露在外面的。我觉得那个可能看起来更猛一点，力道更强，但是像这种普通家用的已经足够了。它一般分为一个水泵，然后像我这个水泵呢就在这个位置，然后在水泵的地方呢，它有一个进水口，还有一个出水口。那进水口呢，一般就是设计用你来接你们家的花园水管就可以了。那出水口呢，就是接这个水枪的部分。那一般来讲，这个水枪这根管子它不是很长，但是这根管子呢，它一定是送你的，这个也属于耗材，用的时间长了的话，你也可以去更换哈。但是这个花园水管你是要单独买的，否则的话，你这个进水没办法接。然后它也配了你2个头，你可以把这个，它配了一个活接，这个活接你可以拆掉，那它就变成了一个，螺丝的那个阳口。但是一般来讲呢，如果你有花园水管的话，因为花园水管都是这样子的嘛，所以它配了一个阴口的这个活接。那么你如果连接水管的话，你就直接这样，这是反着拧。简单拧紧就好了，不用拧得特别紧啊。那我这个花园水管因为是带一个单独的开关的，我这个现在是关着，我那边已经开了，等一会儿我把这个开关打开，水就进去了。然后这个是电源开关，因为高压水枪水跟电是在一起的，除非我看到国内有很多卖那种超便携的，它是锂电池的，那是另外一种，但那种我没用过，但是我觉得那种的那个水压跟功能可能会少一点吧。所以水跟电在一起的话，你一定要格外小心。电源是在这里，它自己呢本身带了一个保险在这个电源接头上，所以说意味着要么就是电路故障，或者是你碰到水了，它都可以进行电路上的多一层的保护。但是你最好还是在使用的时候注意一点，就是把这个水管离你的电源要远一点。那我先把这个电插上。好了，这样水电都通了啊。当然你第一次买的时候，你还需要把这里还有这里这2个都是可以拧松接下来的，因为它包装不可能这么长，你要先把它拼装好，这样呢打开电源就可以用了。高压水枪还有两个地方你要去考量的，一个就是这个喷头。像这个喷头呢，基本上都用的是快装头，就是你这个铜的部分往下拉，它这个喷头就跳出来了。
那这个是主体部分，那这个头呢一般会送你一些，然后也属于消耗品，你自己买也可以买到，这玩意儿挺便宜的。然后我这款呢，由于它比较家用嘛，它是把头都收纳到这个地方，你在这儿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到不同的颜色，它是不同的喷嘴宽度，那不同的宽度对应不同的水压，也就是说像这个是最细的，这种头喷出来就是像激光一样，水压特别强。然后这个呢稍微角度就宽一点了，那这个再宽一点，这个再宽一点，像这种上面有泡泡的，这个就是喷那个泡沫啊 ，soap 啊，喷那个肥皂泡。那对于洗车来讲，你只能用这个和这个泡沫可以，然后只能用这个，不能再用高的这些压力了。然后你如果洗车用到这3个的话，其实很容易损伤车漆了。即便用这个呢，也不建议离得特别近。就是用这2个就好了。像这3个主要是用来清洁的。那高压水枪一般大家洗过车都应该知道，就是它会过一遍水，然后再打一遍泡，对吧？那如果你是用来洗车，或者不管你洗任何的东西吧，你如果想要走泡沫的话，你就必须买高压水枪专用的泡沫清洁剂，就是清洁液。这个东西呢，就像你洗碗机里面的洗碗筷一样，你是不能用普通的手洗的洗洁精代替的，一定要买的时候看好是用在高压水枪上面的，这样它才能够产生丰富的泡沫。那像我这台机器呢，我就有点就是踩坑了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买的时候我会看到，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这个机器上面这儿是带2个水壶的，这2个水壶不是用来装水的，它是用来装清洁液的。它还可以装2种不同的清洁液，然后这边呢，通过这个旋钮，你可以选择，这是关闭，这是你走这边的清洁液，这个是走这边的清洁液。那你可以看到我这里已经装过清洁液，现在已经快用完了。但是我用这种方法，始终觉得它那个泡沫就和洗车店看到的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我找了之后才知道，不是清洁液的问题，也不是高压水枪的问题，而是就是它这种设计不是很好。那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清洁液，我买的清洁液是这种，就是综合型的，什么都能清洁。如果你专门买洗车的，当时我看的情况是稍微贵一点，所以我就买最便宜的，因为第一次用嘛。那它是要专门写明是高压水枪用的，这样才可以，你就倒到这个壶里就好了。但是因为它这个泡沫不行嘛，后来我研究了发现，原来就是因为这种下面的设计不行，看起来方便，但是不好用，所以后来我又花了点小钱，买了个这个，就是它是外置的，不用放到这边，它这个东西怎么弄呢？清洁液放到这个里面，它这个是一个快接头嘛，然后你如果需要泡沫的话，你这个上面就不要装这种高压的喷嘴，而是装这个。就直接快接，直接接上去就好了。那非常方便，拿掉的时候跟那个拿喷嘴一样，就往下拉一下，这样直接就拿掉了。所以接下来我正好要洗我们家的那个垃圾桶跟车，洗车我就不拍了，因为大家这个没啥好看，你们都看过，我给你们拍一下洗垃圾桶好了。那洗垃圾桶呢，我就可以用强力一点的，我用这个25度的这个。然后先用水冲，然后再用那个泡沫去洗，然后你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上面的泡沫跟这个上面的泡沫有什么不一样哈。稍等啊，我把这个收一下。水管要拉长一点。好，先洗这个黑的垃圾桶。可以看一下这垃圾桶里面，就是你这个垃圾倒多了以后啊，经常就会有这种一张纸啊什么东西就粘在里面，它其实是倒不干净的。像这么深的这种垃圾桶，你不用高压水枪你怎么办？你整个人钻进去拿抹布擦嘛，这是不太可能的啊。那我现在把那个电源打开。刚才忘了开水管，电源打开，水打开，它不会像那个空气压缩机一样一直嘣嘣嘣嘣响，
但是你用的时候它会响啊。好，那现在开始，我去戴个口罩啊。这个戴口罩不是怕水，是怕里面的垃圾崩出来，崩我一脸。就是你如果看到比较顽固的灰尘冲不下来，就离得近一点，它的水压就大。这你就理解为什么高压水枪要这么长，它是有道理的。啊，这个树叶好厉害，这是个啥呀？哇！我用手都拽不出来。这肯定不是我们家扔的，前房东扔的。这个是我搬家以来第一次洗这个黑色垃圾桶。好了，看这样还是比较干净的，其实也很方便。然后我们看这个，这里面也是有一张纸，其实你是很难弄出来的。好了，这样我觉得已经清的比较干净了，但是为了给你们演示这个泡沫，我就今天把垃圾桶清的再干净一点。那一定要换这个喷头，不换喷头它是没有泡沫的哈。这个泡沫头换上，然后把这个拧到装了这个泡沫清洁液的这一边，然后你再去喷的话，可以先看一下，看到吧？就这样，我喷一下这个，这种头就是这个效果。现在我换一个头给你们看什么效果啊？所以你们以后如果再买高压水枪，你就知道哪个功能其实是没有用的。来，现在我看换这个，啊。好，看着啊，欣赏一下啊。什么叫丰富的泡沫啊？来看这边啊。是不是像洗车店啊？它这个前面可以调节，就是你想让像这种就是更集中一点，如果往这边调就是这样就是更分散一点啊，可以调的。来这边也来一下吧。今天这个垃圾桶算是享受到贵宾待遇。是吧？这个东西便宜的也就是20块钱，换成人民币也就是100块钱。你如果在国内买这东西，肯定有几十块钱的。很好。高压水枪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我比较喜欢的优点，就是它如果离得很远的话，其实它的压力很弱，没那么强，所以它不属于危险品。你看这个，如果我离这么远，其实它已经没什么压力了，只有在这里压力比较大。如果你放这么远，你看到吗？它甚至都没有办法到达地面，就像水雾一样。所以其实清洗也是有技巧的，你根据清不同的东西，你要配不同的头，然后选择不同的距离去判断你应该怎么去清它。
最后还剩了一点水，把它倒出来。这样一点异味都没有。你可以再喷点香水。每次开垃圾箱倒垃圾的时候，就扑鼻而来的香气。我们原来这个绿色的食物垃圾桶刚搬过来的时候，由于太久，他们上一家都没有清过，有一次里面就爬满了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天热，是夏天，然后这个盖子盖不严的情况下，苍蝇就会跑到垃圾桶里，然后在里面繁衍后代，然后蛆就出来了。相信从我来了以后，就再也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别说蛆了，只要有异味，对吧，就会把它给清除掉。这个里面还有点水，由于是那个食物垃圾，所以我就扣着放，给它控一控。这个也控一控吧，因为太湿的话，它容易粘，垃圾就容易粘在上头。然后最后我去拿一个扫把，把这些干的东西扫一扫，今天就结束了。然后再把这些放到一个干垃圾的垃圾袋里。装满了再扔进去就好了。好了，这个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今天要特别感谢我们家的御用摄影师，因为我上一次把我的三脚架弄丢，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拍修车节目的时候啊，所以当面感谢一下，谢谢。好，大家下期再见，拜拜。